我常常问身边的年轻人一个问题：你觉得自己自由吗？绝大多数时候，我收到的回答都是沉默，或者是苦笑。早上7点的闹钟，挤不上去的地铁，永远回不完的微信，每个月准时到账的房贷账单，我们就好像生活在一个巨大的看不见的笼子里。你拼命奔跑，以为在向前，其实只是在原地打转。这种感觉是不是很熟悉？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肖申克里的囚犯，区别只在于有的人意识到了，正在想办法挖墙，而有的人已经习惯了墙里的日子，甚至开始爱上这堵墙。今天我想跟你们聊聊肖申克的救赎，不是聊电影剧情，那个你们都熟。我想聊聊，当生活狠狠给你一巴掌，把你按在泥地里摩擦的时候，你该怎么像安迪一样，不仅站起来，还能优雅地拍拍土，然后把这烂透了的剧本改写成你的翻盘剧。我们来聊聊一个普通人如何在绝望的体制化里修一条通往自由的路。先说个扎心的词，体制化。电影里瑞德说，监狱是个奇怪的地方，起先你恨它，然后习惯它，更久后你离不开它。这就是体制化。听着是不是有点耳熟？想想你刚毕业那会儿，意气风发，觉得这世界大有可为，发誓绝不活成那个平庸的中年人。然后呢，你找了份不喜欢也不讨厌的工作，因为稳定；你忍受着无理取闹的老板，因为房贷；你放弃了周末的爱好，因为太累。1年、2年、5年、10年，慢慢的，你开始觉得其实这样也挺好，大家都这样，不是吗？你有了一份看似体面的薪水，一个看似幸福的家庭，你在这个名为生活的监狱里混得如鱼得水。但是午夜梦回，看着天花板，你心里那个微弱的声音会不会问你，这真的是我想要的一生吗？这就是体制化。它最可怕的地方，不是剥夺你的自由，而是剥夺你对自由的渴望。它让你觉得笼子外面是危险的，只有笼子里才是安全的。它让你把平庸当成了安稳，把麻木当成了成熟。那个在监狱里待了50年的老布，出狱后为什么选择了自杀？因为他已经不知道怎么在没有围墙的世界里生存了。自由对他来说不再是礼物，而是恐惧。我们身边有多少老伯？或许那个不敢跳槽的你，那个不敢结束一段糟糕关系的你，那个不敢去追逐梦想的你，其实已经患上了体制化综合症。那么安迪是怎么做的？他做了3件事。这3件事不仅救了他的命，也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在逆境中翻盘的底层逻辑。第一件事，找一把锤子。还记得那把鹤嘴锄吗？当瑞德看到那把小的可怜的锤子时，他笑了。他说，用这玩意儿挖地道得挖600年。600年，这是一个绝望的数字。对于一个刑期无望的人来说，这基本等于宣判了死刑。一般人会怎么做？大概率是把锤子扔了，骂一句去他妈的，然后继续混吃等死。但安迪没有，他不看那个600年的数字，他只看今天的1厘米。他每天晚上趁着夜深人静，在海报后面挖一点点，挖下来的土都在裤兜里。第2天散步的时候，顺着裤管抖落在操场上。这一点点土微不足道，1天看不出来，1个月看不出来，甚至1年也看不出来。但是19年后，那个洞通了。这给了我们什么启示？很多时候，我们面对困境、巨额的债务、破碎的感情、停滞的事业，我们感到绝望，是因为我们总是盯着那个600年的目标看。我们觉得太难了，太远了，根本不可能完成。于是我们选择了放弃，我们选择了躺平。但是真正的强者从不看终点有多远，他们只看脚下这一步能不能迈出去。你想转行，别去想我要花多少年才能成为专家，先去买一本书，每天看5页，
你想减肥，别去想我要瘦20斤，先从今天晚饭少吃一口开始。你想写作，别去想我要写出爆款，先每天写300个字。那把锤子就是你的微习惯，它看起来微不足道，甚至有些可笑。在这个讲究速成、暴富的时代，拿着一把小锤子一点点挖墙的人，看起来像个傻子。但你信不信，最后赢的往往就是这些傻子，因为时间是公平的，你给他什么，他就还给你什么。每天挖一点，19年就是一个奇迹；每天躺着不动，19年也就是一场梦。在这个浮躁的世界里，这种笨功夫才是最稀缺的聪明。安迪做的第2件事，建立价值交换，这是我认为整部电影最精彩也最现实的部分。安迪入狱前是银行副总裁，在监狱里，这身份本来一文不值，甚至会让他成为被欺负的对象，但他硬是凭本事把这个身份变成了他的护身符。那次在天台修屋顶，他听到狱警哈德利在抱怨遗产税。在那个可能会被打死的瞬间，安迪貌似走上去说：先生，如果你信任我，我可以帮你把这笔钱全留下来。这一刻，安迪完成了从囚犯到资产的转变。他没有跪下来求狱警别打他，也没有哭诉自己的冤屈，他只是展示了自己的价值：我能帮你省钱。从此，他开始给狱警报税，后来给整个监狱的狱警报税，最后甚至帮典狱长洗黑钱。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同流合污？别急着做道德评判。在那样一个弱肉强食、没有任何公平可言的极端环境里，安迪明白一个残酷的真理：想活下去，想活得有尊严，你必须让自己变得不可替代，你得让掌握权力的人离不开你。这就是成年人的世界法则。抱怨怀才不遇是没用的，抱怨环境恶劣是没用的，你唯一的出路就是让自己变得有用。在职场上，你是那个只会抱怨老板的员工，还是那个能帮老板解决麻烦的员工？在关系中，你是那个只会索取情绪价值的巨婴，还是那个能提供稳定支持的伴侣？安迪没有因为自己是无辜的就等着别人来救，他知道这世上没有救世主，如果有，那只能是你自己手里的价值。他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，不仅换来了啤酒，请同事喝啤酒那场戏简直太美了，换来了单独的牢房，换来了扩建图书馆的资金，更重要的是，他换来了尊重和时间。这些时间和空间，正是他挖通地道、策划越狱的必要条件。所以，当你身处低谷，当你觉得周围全是恶意的时候，别急着愤怒，低头看看自己手里有什么牌，有什么是别人需要的，有什么是你可以拿来交换生存空间的。把你的价值打磨锋利，它就是你刺破黑暗的利刃。第3件事，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，守住内心的圣地。电影里有个情节，我每次看都热泪盈眶。安迪把自己反锁在广播室，对着整个监狱播放费加罗的婚礼。那一刻，广场上那些粗鲁的犯人，那些凶神恶煞的狱警，全部停下了手里的动作。那一刻，仿佛监狱的高墙消失了，仿佛所有人都自由了。瑞德旁白说：我不知道那2个意大利女人在唱什么，但我知道，有些东西是这该死的高墙关不住的，那就是希望。后来，安迪被关了2周禁闭，出来后，狱友问他难熬吗？他说：有莫扎特陪着我。狱友以为他带了唱片进去，指了指脑袋，说：在这个地方。这就是音乐的美妙之处，他们无法把它从你这里夺走。你们难道没有这些东西吗？那些关不住的东西，这才是安迪最强大的地方。他的身体被囚禁了，但他的灵魂从来没有。他在心里建造了一座圣殿，那里有音乐，有书籍，有对美好事物的向往。那是典狱长搜不到，狱警夺不走，高墙挡不住的地方。我们现代人
身体虽然自由，但心灵往往是囚禁的。我们被焦虑囚禁，被攀比囚禁，被别人的评价囚禁。我们太在意外界的声音，以至于忘记了倾听内心的声音。我们有多少人在忙碌的生活中还能保留一块属于自己的圣地？这块圣地可能是一个爱好，可能是每周一次的独处，可能是一本读了无数遍的书。它不需要很大，但它必须完全属于你。当你被生活击倒的时候，当你觉得全世界都背叛你的时候，你可以躲进这个圣地里，喘口气，疗疗伤，找回那个还没被生活锤扁的自己。这就是希望的具象化。安迪说，希望是一件好事，也许是世间最美好的事物，而美好的事物永远不会消失。瑞德一开始不信，他说，希望是危险的东西，希望能让人发疯。这是两种人生观的碰撞。瑞德代表了大多数普通人的生存智慧，降低期待，就不会失望，顺从规则就能活得安全。但安迪代表了一种更高维度的生命力，正因为环境绝望，所以才更要心怀希望。不是因为看到了希望才坚持，而是因为坚持了才能看到希望。故事的最后，安迪越狱成功，他爬过500码恶臭的下水道，那是别人闻一下都要吐的地方。他爬了整整500码，然后在雷雨交加的河沟里，他脱掉囚服，张开双臂拥抱天空。那一幕是影史上的永恒经典。那一刻，他不再是编号37927的囚犯，他是安迪·杜佛兰，一个自由人。后来瑞德也被假释了，他按照安迪的指引，在一棵大橡树下的石墙缝里找到了安迪留给他的信和钱。他坐上长途车，违反了假释规定，去寻找安迪。他在海边看到了安迪，太平洋的海水蓝得像梦一样。安迪在修那艘旧船，两个老朋友相视一笑，没有拥抱，没有痛哭流涕，只有无言的懂得。这就是最好的结局。朋友们，我们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场越狱。我们想要逃离贫穷，逃离孤独，逃离平庸，逃离那个不喜欢的自己。这过程会很痛苦，你会遇到无情的典狱长、生活、变态的狱霸、困难，你会无数次想要放弃，想要承认我就这样了。但请你记住安迪·杜佛兰，记住那把挖了19年的小锤子，那是你的坚持。记住那些帮狱警报税的时刻，那是你的价值。记住那个播放歌剧的午后，那是你的信念。不要让任何人定义你的未来，不要让任何高墙挡住你心里的光。有些鸟是关不住的，它们的每一片羽毛都闪耀着自由的光辉。愿你就是那只鸟。现在夜深了，问问你自己，你的锤子在哪里？你的圣地在哪里？你准备什么时候开始挖你那条通向自由的路？如果还没开始，没关系，就从明天早上早起10分钟读书开始吧，哪怕只有1厘米，也是向着自由的1厘米。晚安，希望我们在太平洋的彼岸相见。